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每天刷卡买东西毫不犹豫，钱却越花越多，而你精打细算省吃俭用，结果财富还是不见成长。是不是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？每次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时，内心都会纠结，这真的值得吗？还是再省一点？你努力存钱，但存款总是追不上生活开销，反而觉得越存越穷。你明明节省开支，但身边敢花钱的朋友反而过得更自在，财富还在持续增长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有钱人花钱时毫无压力，甚至乐在其中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花出去的钱自动回流，甚至变成更多的财富？今天我要颠覆你的金钱观，用一个财富水龙头设定教学，带你学会3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，让你从存钱焦虑模式转变为花钱吸金模式，开启金钱能量流，让钱主动回来。记得看到最后，因为少开一个步骤，你的财富流动就可能出问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钱人花钱时很轻松，甚至乐在其中，而你却总是在消费时犹豫不决，甚至感到内疚？你可能会说，当然啊，因为他们有钱，我没钱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性的概念，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敢花钱，而是因为他们的金钱模式对了，所以钱才会越来越多。如果你的金钱模式是错的，即使你现在有一笔钱，迟早还是会回到穷困的状态。今天我们来解构穷人 vs 富人的金钱模式，让你看见为什么越省钱反而越穷，敢花钱的人却越来越富有。所以什么是金钱模式？金钱模式就是你对金钱的惯性思维、情绪与行动，它决定了你的财富流向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拿出钱包的那一刻，你的内心对话就已经决定了这笔钱未来会不会回流到你身上。我们来看看穷人模式与富人模式的不同。穷人模式害怕花钱，总觉得钱消失就没有了，不敢投资自己，觉得钱很难赚，因此过度节省，错失机会。买东西时，第一个想法是，这会让我的钱变少，害怕金钱流出，所以总是努力存钱，但却发现财富没有变多，容易被小钱困住，不敢冒险去赚更大的钱。例子，阿伟的穷人模式。阿伟是一名普通上班族，每个月薪水刚好够用，他的信念是一定要省钱，不然以后怎么办？他每天喝公司免费的茶水间开水，不愿意花50块买一杯咖啡，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开销。他觉得学习课程很贵，于是舍不得花钱提升自己。结果5年过去了，他的薪资仍然停留在原地。他不敢社交，因为请客吃饭会花钱，所以他没有太多贵人帮助，机会越来越少。结果阿伟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，收入没增加，存款也总是花掉，因为他的金钱模式让他一直处于匮乏频率。富人模式，花钱时不是看钱变少，而是看价值变多，投资自己，相信学习能带来更大回报，知道金钱是流动的，让它流出去，它才会回来。买东西时，第一个想法是，这笔钱能创造什么价值？不执着于小钱，敢把时间放在更大的财富机会上。例子，小明的富人模式。小明也是普通上班族，薪水和阿伟差不多，但他的信念是，金钱是能量，流动才能产生价值。他愿意花钱买6000元的线上课程，结果6个月后，他学会了一门新技能，顺利升职加薪，还开拓了其他收入来源。他请朋友喝咖啡，结果这个朋友半年后介绍了一个工作机会给他，让他年薪多30万。他买书时会对自己说，这本书会帮助我创造10倍的价值。结果真的从书中学到改变人生的方法。结果小明的世界越来越大，财富机会增加，因为他的金钱模式让他一直处于丰盛频率。道德经的财富智慧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宇宙的运行法则就是相反相成，你越害怕失去，反而越容易失去。当你害怕花钱，拼命存钱，你就像一潭死水，画地为牢，钱想流也流不进来。但当你相信财富流动，敢让金钱自由运转，钱活水却开始回流给你。这就是财富能量法则。你觉得我在鬼扯？然而这不只是古老智慧的结晶，现代科学也证明，你的金钱态度会直接影响你的财富状况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UC Berkeley 进行了一项大富翁实验，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随机抽签，决定谁是富人和穷人，然后让他们玩大富翁，
桌游，结果发现富人组玩到一半后，开始表现得更自信，更敢投资，甚至更积极开发新策略。即使这只是一场游戏，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很有钱，他的行为模式就会自动变得更有吸金体质。心理学家乔治·罗文 （George Lowenstein） 的研究则发现，当一个人对金钱充满焦虑，他的大脑、杏仁核负责恐惧会过度活跃，导致他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，错失机会。但当一个人相信金钱流动，他的前额叶皮质负责创造力与决策会变得更活跃，让他更容易发现财富机会。许多有钱人有钱的因素不仅是因他比别人更多了机会，很多现在榜上有名的富豪在过去与普通人无异，甚至他们的想法并不是他们独有，只是由于他们看到机会且抓住机会，即使有一时的挫败也没放弃，信任自己而迎来他们应有的结果。结论就是，当你感觉自己富有，你的大脑会帮助你吸引更多金钱机会。接着来说财富水龙头设定教学，以下将透过3个方式简单重塑你的金钱模式，让你从匮乏转向富足。 Step 1，重新定义花钱。钱是流动的能量。道德经，既以为人，己欲有；既欲与人，己欲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你愿意让财富流动，它反而会回流的更多。但问题是，多数人在花钱时，内心充满失去感与匮乏感。传统错误思维，花钱等于损失。例如，买了这就又少了500块，信用卡账单怎么这么高？我应该省一点，不然存不到钱。这些想法会让你的大脑进入金钱恐慌模式，让你对花钱产生抗拒，甚至不敢投资自己。结果你的财富流动变得缓慢。正确思维应当是，钱是能量，流动才能回流。要知道，有钱人不会把花钱视为损失，而是视为让能量流动的机会。想想，买一杯咖啡不只是花80元，而是让咖啡师的技能被欣赏，这份能量最终会以不同方式回到你身上。交水电费不是钱消失了，而是你正在交换舒适的生活环境。请朋友吃饭不是浪费钱，而是你正在创造人脉价值，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。当你开始用交换价值来看待金钱，而不是钱变少，你的大脑会从焦虑模式转变为丰盛模式，你会更容易发现挣钱的机会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觉得钱是有限的，他们的行动会变得过度节省，害怕投资，结果导致财富机会变少。但当他们相信钱是流动的，他们会更愿意投入资源，结果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财富回报。于是来说说修改这习惯的方法。每次花钱时，重新修改对自己说的话。焦虑模式，等等，这笔钱好像不该花。财富流动模式，这笔钱正在为我创造更大的价值，这是对我的未来投资，钱会以不同方式回来。试着在接下来7天内，每当你花钱时，都对自己重复丰盛模式的话语，看看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。Step 2，把花钱变成许愿。每笔消费都是财富订单。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你买了一本书，然后刚好遇到能帮助你提升职场技能的老师。你买了一套新衣服，结果那天刚好得到了一个合作机会。这些并不是巧合，而是财富订单的概念在运作。当你带着期待感花钱，你的大脑会主动寻找如何让这笔钱回流的方法。根据选择性注意力理论，当你对某件事情产生强烈期待，你的大脑会自动过滤不相关的资讯，并专注于与你的目标相关的机会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相信这笔钱会回来，它就真的会回来。那要如何把花钱变成财富许愿？被动消费模式，买这本书，钱又变少了，希望它有用吧。财富许愿模式，买书时想，这本书会帮助我赚10万。买衣服时想，这套衣服会吸引贵人。交学费时想，这笔投资会让我未来收入翻倍。这样想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帮助你找到让钱回来的方法。以下是案例分享，从花2000元到赚近20万。小张是一名摄影师，某天他犹豫是否要花2000元买一个新的相机镜头。他过去的想法是，现在的镜头又不是不能用，如果买了钱变少了，可机会不知道在哪里，真的值得吗？后来他改变了思维，他把这笔钱当成财富订单，并对自己许愿，这个镜头会帮助我赚到10倍以上的报酬。结果3周后，他接到了一个20万的摄影专案，
客户就是因为看到他的作品比以前更精致才找上他的，这不是神奇的巧合，而是因为他的大脑开始主动寻找回报这笔钱的机会。结论，让花钱成为你的财富种子。现在来明确重新定义花钱的核心概念。一，钱是能量，只有流动才能产生价值。二，花钱时记得对自己说，这笔钱会带来更大的价值。而财富订单的核心概念：一，每笔消费都是许愿，你要带着期待花钱。二，你的大脑会自动帮助你找到让钱回来的方法。既然日常都要花费，何不趁机试试看练习花钱变吸金术，让你的财富真正开始流动。Step 3，释放法，真正的放下才能让财富流回来。道德经，为无为则无不治。这边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顺应自然法则，不强求，不执着，让事物顺其自然发展。当你学会放下对失去的恐惧，才能真正让金钱自由流动，并且回到你身边。许多人以为释放就是不管了，随便花，脑袋空空放给他去就好，但这其实是错误的理解。真正的释放是指让内在的焦虑、恐惧和匮乏感自然而然地流出，回归内心的平静，而不是压抑或逃避。当你的内心不再紧抓我要有钱，我不能失去钱这种执念时，你的能量场才会恢复平衡，从而真正让金钱顺畅流动。你可能以为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只要不去这样想就已经学会释放。但事实上，你可能只是用理智强迫自己不去想它，这样反而会让压力累积，导致更深层的匮乏感。来看看你是否有这些现象。一，你告诉自己没关系，我不在乎钱，但其实内心还是很焦虑。二，你故意强迫自己不去查存款，但每次刷卡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。三，你跟自己说宇宙会帮我解决，但每当账单来了，还是忍不住开始紧张。如果你有这些情况，那么你还没有真正释放，而是在假装释放的状态。真正的释放是当你能够坦然地面对金钱的流动，而不带任何压力或抗拒。释放法的真正关键，让情绪自然流动，而不是压抑它。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在《臣服之享：与万事接近好自在的心提升练习》一书中提出，当你允许一个情绪被完全感受，它就会自然地流动释放，而不会被压抑。这代表什么？当你感觉到对金钱的焦虑，不要压抑它，也不要强迫自己，应该要相信宇宙，而是允许这个焦虑感浮现，然后让它自然流动，直到你的内心恢复平静。如何真正释放财富焦虑？具体操作方式如下。步骤1，察觉你的内在反应。当你发现自己因为金钱问题感到焦虑时，先不要急着告诉自己我要正向思考，不可以担心，而是停下来，深呼吸，真实的感受你的情绪。你对这笔花费的感觉是什么？是害怕、焦虑，还是有点后悔？你内心是否浮现这笔钱花掉了，我可能赚不回来这种担忧？这个感觉是来自你的童年经历、过去的经济压力，还是社会对金钱的价值观？当你允许自己真正感受这些情绪，而不是急着压抑或换正向想法，这些情绪就已经在开始释放了。步骤2，不评判地接受你的感受。当焦虑感出现时，请不要对自己说我不该这样想，也不要强迫自己我要相信宇宙会送钱来，这样反而会让你内心更抗拒。改用这些话来对自己说，我现在觉得焦虑没关系，这是正常的，我允许自己感觉到担忧，但我不需要让它控制我，这只是一个情绪，它会来也会走，就像云一样飘过。当你不再抗拒你的感受时，它就会像水一样自然流动，而不会卡在你心里。步骤3，释放情绪，回到内在平静。现在闭上眼睛，慢慢深呼吸5次，每一次吸气时感受你的身体放松，每一次吐气时想象你正在把你的焦虑感轻轻地释放出去。如果你需要更有仪式感的释放方式，这里有几个简单的方法。写下你的焦虑，然后撕掉或烧掉，象征性的让它离开你。对着镜子微笑10秒钟，告诉自己我允许自己安心，金钱会流回来。用水象征清理，在洗手时对自己说我让财富的焦虑随住水流离开。当你真正释放掉对财富的执着，你的金钱能量常会变得更加开放流动，没有压力。结果就是你开始做决策时更轻松，反而会有更多财富机会找上门。你不再害怕花钱，
而是相信它会回流。结果真的开始有意外收入，你对钱的态度变得健康，不再陷入害怕失去或过度消费的极端状态。这就是释放法的真正奥义。当你学会让情绪流动，而不是强迫自己正向思考，你的能量场就会回到平衡，而财富也会开始流动回来。所以真正的释放不是逃避，而是让能量回到平衡。来确认一下释放法的核心概念。一、真正的释放不是假装不在乎，而是让内在的焦虑自然流动，不再卡住你的能量。二、当你允许自己感受情绪，而不去抗拒，它自然会释放，你的频率就会回到富足状态。三、透过呼吸写下情绪，仪式化释放，让你的内在回到平静，金钱也会更轻松地流入你的生活。试试看，开始练习真正的释放，你会发现财富流动比以前更顺畅。最后，道德经有言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财富就像水，当你愿意让它流动，它才会带来更大的力量。你现在最想尝试的方法是什么？是重新定义花钱，还是用财富订单来许愿，还是学会释放，不再紧抓财富焦虑？请在下方留言，道法接收，告诉我你的想法，让我们一起开启财富水龙头。如果你想学习更深入的财富流动法则，或是获得我的1对1财富咨询，欢迎私讯或预约咨询，我会亲自指导你如何走出焦虑，迎向自动吸金的未来。记得按赞、订阅道法人生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集。下次见，让我们一起用轻松又实用的方法解锁属于你的丰盛人生。